Hello，大家好，今天2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啊，是不是走的有点别扭啊？都是低开高走是吧？全场低开高走啊，很正常啊，不奇怪。其实今天本来从市场结构上说是应该往下走的，但是今天 PMI 意外爆表了，这个终于翻正了啊，就是终于上到荣枯线上，特别是这个 ISM 是比较重要的，ISM 已经连续11个月低于荣枯线了啊，今天终于是爬上去了，所以整个市场就暴涨了，影响了这个道指上涨了500多点啊，就很正常，这个不奇怪。今天是一个数据引发的一个上涨，12个月啊，不是11个月，是我说错了。12个月以来，首次回归这个荣枯线以上。然后分项数据呢，新订单指数从47.4反弹到57.1，生产指数到了55.9，显示终端需求回暖啊。其实这个我上周就在说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大漂亮法案这个减税的问题啊，就是折旧抵扣，当期可以折旧抵扣，所以很多采购呢就是属于这种供给侧改革啊，就是现在都是拼命的在买东西啊，就是减税的这个事情就不想往后拖啊，买了之后今年就可以少交税啊，所以一开年就这种采购都比较疯狂啊，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是在透支未来啊，我觉得就是在透支未来，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至少现在目前来看，从 PMI 来看确实是拉动了一些拉动了一些经济啊，好吧然后我们说一说这个 PLTR 呢，业绩呢是很炸裂的啊，这个营收14.07亿啊，同比增长70%，远超分析师预期的13.4亿美元，商业收入同比增长137%，成为增长的核心引擎啊，这是美国部分，强劲的指引啊，就是2026年全年营收将增长高达61%，其中美国商业收入更是给到了115%的增长率，彻底击碎了市场对高估值的质疑，是吗？我觉得完全不是啊，这个完全不是呢，我给大家也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我就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其实我对这家公司从来就不是很看好啊。首先，第一，大家要了解它的一个商业模式啊，它的商业模式现在基本上就是所谓增长收入，就是完全依靠这个。政府和国防的这种执法啊，特别是加上移民执法，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和搅屎棍的关系比较好啊，然后就拿了很多政府和国防的项目，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过度绑定了这个移民执法部门和政府效率部啊，然后这种政局的变动，大家知道这两个部门是搅屎棍上台之后，这次上台之后才搞出来的。如果没有搅屎棍，这两个部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这份合同的连续性从何而谈，对吧？但凡换个总统，这两个部门还要不要继续有这么大的需求，这就是问题啊。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叫什么呢？虽然它是炸裂表现反弹，但是是美股中最昂贵的软件公司之一。反正预期已经拉满了，只要搅屎棍一下台，基本上这家公司就是废掉的一种状态。别跟我说它这个数据啊干嘛啊，包括这种联航啊，就是 United Airlines 啊，联合利华、空客、松下，甚至是温迪斯都在用它。首先我们抛开它是不是在监控不说啊，就说这种东西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怎么说呢？它的这种能耐。完全是要把老牌的一些软件公司，比如说 SAP 对吧？这种里边的数据导出来，然后让他去用。如果 SAP 真的把自己家的AI 平台做顺手了，现在也在做，对吧？估计很快，那很多企业根本不用把数据倒腾出来，再给 PLTR 去做，而且。现在的局面讽刺的是，PLTR 现在很多商业合同是靠修 SAP 的烂摊子拿下来的，因为很多老企业的 SAP 系统版本混乱，数据打不通。那如果出现这么一家企业，SAP 如果真正自己去把数据底座修一修、统一一下、升级一下，它还有什么生存空间我觉得这种公司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不叫没有必要存在，就是完全不值这么多钱，100多倍的市盈率再加上它现在这个 PS 也很高这个巨高的市销率也超过100倍给它你就是投资者为它每1块钱的销售额要支付100块钱，这种东西这种公司拿着干嘛对不对反正这个事情呢。今年呢，只要搅屎棍在台上呢，我觉得问题都不大但凡搅屎棍一下台，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有 GG 再加上这个史蒂芬米兰就是美联储进了美联储这个搅屎棍进了美联储这个搅屎棍也是持有很多的他的股份这个怎么说对吧？这种事情就不说了我不去过多的评价，反正这家公司不看好我也是准备要空它了现在手上空的几只票，给大家报告一下，首先空的几只票 NVDA 然后。英伟达是在空，然后 CRWA 在空如果是这样的话 ，PLTR 我也准备空，然后再说另外一家，明天我可能空单就会进去就是 Oracle 肯定也会是我要进场去空它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现在整个基本面非常不好第二，这次的今天早盘的时候爆出来的这个融资计划，简直是一个自断其臂的一种做法它要通过股债结合的方式，在2026年筹资高达500亿美金，500亿美金当中有200亿美金是市价 ATM 增发。这种增发基本上就是所有人都会跑路，股价肯定要下跌的然后大股东肯定也会抛票跑路在增发之前肯定就要跑路，因为一增发大股东的价值被稀释这个为什么谁还会去拿着他的股票对吧？所以
Oracle 现在自由现金流已经转为负的130亿美金啊，然后银行开始惜贷，也就是说今天早盘我说的银行不借钱给他了啊，就单单是为了 OpenAI 这个独六的项目，它要烧掉1500多亿，银行对这种无底洞式的融资感到担忧啊，贷款利率溢价已经逼近非投资级，就是垃圾债的水平。早盘我说的，它已经基本上要被下调到 BBB 减了。如果说 BBB 减都扛不住，再下调到 BB， 那它的债就完全没人买了啊，就是这些大的这些养老基金啊这些东西就没法再买了，因为养老基金的最底线是要买 BBB 以上的，好吧？所以可能明天我也会考虑进场去继续空 Oracle 啊，然后这个500亿融资带来的利息压力啊，他现在要准备裁员2到3万个职位，然后出售之前花费了283亿美金巨资收购的医疗科技公司 Ciner 啊，然后现在又说要提高客户预付款40%来颁发他盖机房，然后还有更多的传言是他要求客户自带 GPU，客户都自带 GPU 了，我还来找你干什么？我哪里不能找个厂房自己用啊？对不对？这种逻辑就是有问题的。啊，我就今天又来唱空了啊，所以今天 Oracle 开盘还在涨啊，我还以为早盘说完了它要跌，我会被打脸，结果收盘一看跌下来了，跌了2.75啊，还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状态，早盘高开了将近4%啊，最后跌了2.75，好吧，这个是 Oracle， 然后 CRWV 今天也不妙啊，这个英伟达报个业绩投个资有什么鸟用啊？连续跌了4天啊，我的空单是一直在里边啊，反正高点的时候我又它但凡敢涨我就敢加空啊，这种公司。干什么用啊？CRWV Oracle 本身还有点业务，现在也搞得和 CRWV 作为桌上去了，那这种玩什么呀？接下来挂掉的就是英伟达，毋庸置疑，好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又唱空了啊，不好意思，就是不得不唱空啊。现在这种东西怎么让我很难忍住不去唱空啊？迪士尼的财报说一说，最后说一说迪士尼的财报，然后我们去说盘面啊。迪士尼的财报呢，今天是喜忧参半，呢，营收 EPS 都超预期，但是这个体验部门表现极为亮眼，就是乐园和邮轮，收入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啊，支撑了整体业绩。但是内容和流媒体呢，营业利润下滑9%，到了46亿美金。尽管业绩超预期，但是游乐园访客人数增长放缓，股价在早段表现承压啊。看看迪士尼。这也是走的不太好啊，也是掉下来，好吧，我们就去看看盘面啊。今天这个盘间的新闻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啊，不好意思，又再继续唱空啊，这个空 Oracle、空 PLTR、空 CRWV、空英伟达这几家公司肯定是要跌的，想都不用想，而且这几家公司一跌，整个美股就要炸掉啊，这个不用考虑了。好吧，我们回到盘面啊，今天呢，就是我刚才说道指涨得比较狠啊，这个就是 PMI 带来的一个效益啊，道指一涨呢，顺道就把纳斯达克和标普也给拉上来了，然后罗素也跟着涨得不少啊，罗素盘中的时候也是涨了接近快1.5了，然后又回来了。等权上面其实今天科技走的还好，标普也还好啊，罗素的等权就很拉胯啊，所以今天这个指数在涨，罗素的整个趋势，我觉得这一波调整的趋势还完全没有调完啊，估计还得往下。虽然今天走的这个指标很不错啊，这个走了一个阳包阴，那从这个蜡烛图的理论上来说，走了一个阳包阴，明天是要继续上涨的，或者后期是看涨的啊，是在下跌阶段走出来一个阳包阴。那么这个反弹到底完没完，我不得而知啊，至少在我自己的这个趋势指标里边，现在还是空的啊，只是一个小反弹，能弹到多高不知道。然后板块涨跌比呢，今天能源重挫啊，然后其他的反正也就这么回事儿吧啊，就一个讲涨幅最大的这个 PBM， 这是什么鸟蛋公司又涨了500%，Biomedical 啊，这种公司，我的天呐，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什么玩意儿啊，好吧，这种公司肯定是有什么消息面对吧？可能什么过批了干嘛呀？这个暴涨的最大跌幅，最多成交 SXTC， 这是 GF 发了。又是家中国的公司好吧，不管它，不去说。然后 SLV 银SLXS 半导体 ZSL 这两个是白银白银今天走怎么样呢？我没注意还在继续下挫，金好像也在下挫是吧？继续那继续跌吧，反正金我是看它至少得跌到4500啊，4500要站不住就4300啊，先看4500啊，先看4500，好吧。然后七巨头我们加过反正都说一说，苹果今天涨这么多我就说苹果要来了嘛，比较看好的票。我今天干嘛了？今天涨这么多，有什么新闻呢？2026年这个推出 iPhone 高端机型人工可穿戴智能流通会见反正好吧，就是些新闻吧反正业绩也不错就拉上去了，很正常苹果涨起来很正常。妈的，忘记抄底了，烦得很这两天事情太多了，讨厌了，搞得我这两天做交易的这个心不在交易上面。然后看一看它周四的一个期权不是周四的一个期权，周四的一个期权基本上是 ATM 那就是盯住270吧盯住270，那估计明天后天不会动估计明天后天就是一个横盘的状态然后微软微软继续跌好，微软跌到一条线了，又跌到一条支撑了能不能站得住不知道等等看吧期权还是看多的为主然后 Google
Google 这周发财报啊，给大家提醒一下，周三 Google 发财报还在往上涨，这是啊，我怎么觉得感觉很不好啊？这是要拉上去发了财报要砸吗？好吧，不知道了啊。put 单挺大的，330有 put 啊，4号正好是，4号正好是发财报，大家注意，4号正好是发财报啊，那么多的 put 单，这个大家自己想吧，我不过多的去说了啊。Meta 也是继续下挫啊，就是这种，我觉得它也是属于没有业绩支撑的，就是那天只是说了一下 AI 部门这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上去掉然后英伟达今天尾盘跳水啊，据说是我也没注意看啊，反正空单拿着就好了继续跳水跳不跳，反正在箱体里边现在还不着急，英伟达至少得跌破这些位置166左右可能才会真正引发崩盘这区间里边基本上就是这种震荡反正你有空单呢你就耐点性子你有多单呢你也耐点性子短期之内看来是看不见一个突破的一个希望TSLA 特斯拉今天继续横盘，好吧，就这样吧亚马逊是哪天发财报下周5号好吧，5号那就写漏了。那今天早上还是说的5号亚马逊有财报反正这周还有2家巨头发财报，除了英伟达。好，那就先说到这里拜拜。野生量化交易员，专注美股交易，独立客观，用数据拆解市场。关注我，一起学习美股。